第206章没等到。上了甲板，进入船舱，找到房间，克莱恩正要说话，安德森·胡德却抢先开口道：“不对啊，如果我是这艘船的乘客，看到你这么一个刚刚得罪了不死之王的冒险家上来，肯定会很害怕、很紧张，要么找船长大副来说服你换一艘船，要么自己换船。谁知他们都非常平静，这家伙很敏锐啊，在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上极具洞察力。这就是真正的阴谋家吗？平时嘻嘻哈哈，嘴贱乐观，实际上不动声色就掌握了情况，做好了准备。”克莱恩边拿钥匙打开房门，边考虑起这艘船是否真的存在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安德森抬手轻拍了下自己的脸庞，干笑道：“我明白原因了。间隔的时间太短，事情还只在部分冒险家和海盗口中流传，一般的旅客和船上的水手们对此根本没有任何的了解。而且清楚你长相的必然是消息灵通的家伙，非普通人又会自问自答了。你知道时间就是生命吗？”克莱恩腹诽两句，进入了1等舱。这不是他希望自己住的舒服，而是考虑到必须看住安德森·胡德，不让最倒霉猎人的厄运为克伦带来灾难，所以才让对方订了1等舱。提着皮箱走至主卧室门口，克莱恩指了指客卧和仆人房，对安德森道：“你自己挑一间。”安德森呆愣了2秒，半张嘴巴道：“你很熟练啊。当然，我有丰富的和猎人相处的经验，如果是达尼兹在这里，我会指定仆人房。”克莱恩没有回应，进入了主卧。1点30分，汽笛鸣响，客轮准时起航。将外套挂好，克莱恩穿着长裤、衬衫和马甲走出主卧，来到客厅，眺望向窗外的海平线，那里碧波荡漾，沿着托斯卡特岛的轮廓一寸寸展开，在风中起伏不定。这样是没法观察全部情况的。安德森凑了过来，笑着说道：“你只能确定一侧，而告死号可能从另外一边，也可能从前面过来，最好的办法还是爬瞭望台，哈哈，那里肯定有船员。但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或海盗，有100种办法欺瞒他的感官。”克莱恩转过身来，没什么表情的看着安德森·胡德道：“说得很对，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啊。”安德森一脸茫然，他旋即醒悟过来，有点惊讶的反问道：“你没有别的办法观察？没有办法观察的情况下，怎么给不死之王埋陷阱？”“没有。”克莱恩异常坦然地点了下头，“只能靠你了。究竟是谁给你的勇气，让你敢于在不死之王的注视下离开？”安德森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一边喃喃自语着“别拦我，我要跳船”，一边离开舱房，直奔眺望台下方。理论上来说，不死之王阿加里图，或者说告死号，早就应该察觉到了我的恶意，感应到了源于我的危险。那么他们会来袭击吗？会相信我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水准？也没什么帮手，还是怀疑有哪位可以干扰危险预感的强者插手了。克莱恩将视线从门口收回，又一次望向了外面的大海。过了一阵，他忽有所感，快速开启灵视，侧头看向旁边，高大的白骨信使从地板表面钻了出来，眼窝里的漆黑火焰轻微跳跃。他只露出了上半身，所以不比克莱恩高多少。平视着对方，递出了手里抓着的信纸。“阿兹克先生这次回信很快吗？”克莱恩礼貌地点了下头，接过了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张。等到白骨信使崩解消失，他就着窗外的阳光展开了信纸。“很高兴你获得了提升，你的旅行经历比我想象的更加有趣。那片海域确实非常危险，我依稀记得它可能和大灾变的源头有关。至于古代死神为什么会有气息残留在那里，我就不太清楚了。你的提醒我会记住，在彻底恢复记忆前，我不会进入那片海域。”真实造物主的一语并不好听。我对地狱上将手里的那枚戒指有些兴趣，不过我最近纠缠于一件往事，可能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去拜访他。看到这里，克莱恩脸上不由自主的露出了笑容。等下回信给阿兹克先生，告诉他我有办法锁定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位置，让他去拜访时务必带上我。糟糕，最近都没有占卜愚人秀定的下落，也不知道路德维尔有没有发现，会不会已经把他丢掉。等确认告死号不会追来，再去灰雾之上占卜。视线移动，克莱恩继续往下阅读。从卡特琳娜那里拿到的古代文献确实有提到人造死神的事情。简单来说，过去拜朗帝国的皇室现在灵教团的高层，从隐匿贤者突然活过来，有了人格的势力里获得了灵感，
希望让目前仅是概念的死神出现同样的情况。这有实现的可能，因为非凡不灭，死神陨落不代表相应的特性和权柄彻底丢失，它们依旧存在，只是回归了概念和抽象状态，如同最早的隐匿贤者。从那些文献看，相应的研究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占卜家对应的序列4魔药叫鬼法师，安提戈努斯和查拉图家族的强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现在已经忘记细节，依旧能回忆得起那种带点害怕的感觉。具体能在哪里拿到配方和材料，我并不清楚，也许你可以考虑转去相近的途径。这方面我已经回忆起来，你能选择的是学徒途径的序列4秘法师，偷盗者途径的序列4寄生者。不过我隐约记得这3条途径应该是序列3才能互换。果然，只剩魔镜阿罗德斯这个希望了。克莱恩强行咧开嘴角，展露笑容。读完回信后，他拿出纸笔，刷刷刷写上了刚才想好的部分内容，并顺便询问了神话生物的具体定义。他没急着召唤信使，将纸张和钢笔放下，准备告死号出现，才在信中加上求救的内容寄出去。这样一来，他用海神权杖隔空支撑一阵后，说不定就能等到阿兹克先生穿梭灵界前来救援，到时候两人联手就有希望喜提告死号了。之所以不提前写，是因为恶魔能察觉危险，不会再过来。当然，对方能不能察觉到现在恶意的具体内容，克莱恩也不得而知。耐心等待了几个小时，克莱恩听到了开门声，回头看见安德森揉着脑袋侧面，表情复杂的走了进来。告死号没有出现，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托斯卡特岛海域。不死之王竟然没报复，格尔曼斯帕罗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还要不简单啊！安德森在心里感慨了2句。克莱恩略感遗憾地点了下头，走到衣帽架处，拿上外套和帽子，准备前往餐厅。一间密室内，一支红手套小队正在讨论最近追查的案子。安魂师索斯特拿着粉笔，指着黑板道：这次的恶魔杀人事件或被克兰德的尼根公爵被刺案有一定的共同之处。首先，出现了一张自带气息和气场的人皮，这是过去很多起恶魔相关事件里没有的东西。其次，有多于1位的恶魔存在，他们轮流披着人皮，进行正常活动，为同伴的邪恶行为做掩饰。最后，他们都疑似属于贝利亚家族。此时，角落中的伦纳德看似认真的听着，脑海里却因队长提及贝克兰德，难以遏制的想起了之前的事情。目睹地下遗迹被彻底摧毁后，他正要趁自己有空闲，去调查神秘的大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并准备从对方曾经的房东处入手。结果小队接到了紧急任务，开始追查一起新发生的连环杀人案，不得不离开了贝克兰德。伦纳德，你有什么看法？索斯特讲完之后，点名伦纳德·米切尔接续。伦纳德有些茫然的侧头，看了眼黑板上的内容，飞快组织其语言道：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掩饰，可能还包含着一种仪式的需求。索斯特队长，你知道的，恶魔有很多种亵渎邪恶的仪式，有道理。索斯特示意下一位队员发言。呼，还好老头最近给我补习过恶魔学。伦纳德松了口气，开始认真的倾听队友们讨论。经过2天的航行，克伦安全抵达了奥拉维岛。住进旅馆后，克莱恩对安德森·胡德道：你在这里等我。那位半神不喜欢陌生人突然拜访他，这是不想暴露生命学派的联络人，希望我能活着等到他。安德森苦笑着自己祝福了自己一句。克莱恩嘴角微动，放弃了剩余的话语，乘坐马车直奔风暴教会的圣德拉科教堂。没过多久，他又一次在那座宏伟钟楼的小房间内看见了那位极不对称、极为丑陋的高大敲钟人卡诺。听完格尔曼斯帕罗的来意，佝偻着身体的卡诺点了点头。我带你去找瑞乔德议员先生，他已经伤愈，不在原来的地方。好，克莱恩刚做完回应，忽然想到卡诺是大地母神教会的人体炼成产物，遂问了一句：你认识弗兰克里吗？第207章，这就好了。敲钟人卡诺听到弗兰克里这个名字后，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古怪。认识他是一个和善纯粹的人，不过有的时候纯粹的让人感觉害怕。确实，克莱恩让开楼梯口位置，边跟着敲钟人下行，边随口说道：你和他很熟悉。卡诺沉默地走在前面，过了一阵才背对着格尔曼斯帕罗道：我是不成功的产物，充满各种问题，总是被人嘲笑，只有弗兰克他们少数几个
用正常的眼光看我，将我当成一个真正的有自己灵魂的人。他为什么会离开大地母神教会？提着皮箱的克莱恩明知故问。卡诺出了钟楼，边辨别方向前行，边回答道：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他是一个孤儿，从小在修道院长大，真正的将教会当成了家庭，视母神为母亲。他有着很多奇怪的想法，原本有机会成为教区主教，结果差点被送去审判庭，理由是毒神，这是弗兰克说过，因为他想把公牛、母牛和麦子杂交在一起。坦白的讲，换作是我，也要把他送上审判庭。那家伙之所以早期没什么事情，肯定是因为序列还不够高，能做的事情有限。克莱恩咕哝了几句，跟着敲钟人卡诺拐入一条街道，来到了圣德拉科教堂背面的巷子。卡诺走至一栋普通的房屋前，拉响了门铃，2秒一次，总共3次。过了一阵，嘟嘟嘟的声音临近，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克莱恩随即看见了未穿黑色短外套、处街式手杖的老者。这老者发白如雪，脸庞没有明显的皱纹，眼睛位置戴着个遮住全部视线的黑色眼罩。议员先生，格尔曼斯帕罗先生有事拜访你。瑞乔德议员。他就是瑞乔德议员，他是个盲人。克莱恩之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时难免有点诧异。瑞乔德侧了侧耳朵，缓慢将脑袋转向格尔曼斯帕罗所在的位置，呵呵笑道：抱歉，只能这样见你。我今早起床，忽然有了个预感，那就是今天不能睁眼看任何事物，为防止意外，我只好戴上眼罩。还能这样？这神棍风我比不了。克莱恩一时又好笑又愕然。旋即他明白了对方预感的准确解读，那就是不看自己。他记得怪物途径的非凡者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才能察觉自己的特殊，而当初廷根市的阿德米索尔才会一看见自己就双眼流血，痛苦倒地。瑞乔德议员预感到了危险，提前戴上了眼罩。如果不是这样，我都打算问问他能看到什么。克莱恩没强迫别人自我伤害的爱好，收敛住思绪，转而问道：有我需要的神奇物品的线索吗？暂时还没有。瑞乔德议员笑笑道：我伤号之后去了拜亚姆，运气不错，遇上海军和总督府高层调动，顺利救出了罗伊金，不过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克莱恩对此早有预料，毫不意外的说道：那我用这个要求换一个帮助。我有位朋友因为接触了命运天使留下的壁画，遭厄运缠身，需要根除。瑞乔德议员想了想道：没有问题，你带我过去，就不要让他出门了，那也许会有意外。克莱恩点了下头，边提着皮箱往巷子口走去，边抓住机会问道：议员先生，你对欲望母术有什么了解？在克莱恩看来，生命学派和玫瑰学派明面上有不少矛盾，彼此间应该存在很深的了解。瑞乔德杵着手杖，漫步行于侧后方，没用他人搀扶和引路，就像其实没戴眼罩一样。他呵呵笑道：欲望母术是玫瑰学派被附之神的化身，不过我怀疑事实可能正好相反，被附之神是欲望母术的化身之一。我的理由是，红光埃尔莫瑞亚称一种途径的序列灵位置还空着。呵呵，你知道序列灵吧？知道。克莱恩简洁回应，未有啰嗦，甚至没表示自己还知道净光兄弟会。瑞乔德议员嗯了一声，总之没谁知道欲望母术的真实身份，也不清楚他对应哪条途径，或许这就是他的真实身份。另外，我可以提供些侧面的情况。欲望母术和原始月亮彼此对立，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因为这样，玫瑰学派才总是敌视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欲望母术和原始月亮的关系又很微妙。你可能难以想象，南大陆有崇拜月亮的巫王加入玫瑰学派，七神教会憎恶着真实造物主、原初魔女、宇宙暗面等邪神，但却更加仇视原始月亮和欲望母术。同样的，极光会、魔女教派、拜血教、摩斯苦修会都不喜欢玫瑰学派，这倒是有点意思。欲望母术属于最被孤立的2个之一。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拦下了一辆马车，看着敲钟人卡诺将命运议员瑞乔德送了上去。他随即进入车厢，吩咐车夫前往不远处的旅馆。没过多久，马车抵达了目的地。克莱恩正要下车，忽然听见了一声巨响，轰隆的爆炸让整条街道都在明显颤动，一面面玻璃窗的碎片掉落至地面。不会吧？难道是安德森的厄运引起的？克莱恩的灵性直觉告诉他，事实就是这样。
不过最倒霉猎人似乎还没死。他侧头望向马车外，看见旅馆2楼垮了大片墙壁，火焰和烟气犹有残存。这时，一道身影正金发杂乱，衣衫褴褛的站在下方，喃喃自语道：竟然有这么大胆的家伙，在旅馆里交易军火，还是新型炸药，差点让我死得不明不白。我的行李箱。克莱恩低头看了眼自己提着的皮箱，突然觉得谨慎真是太好了。他回身搀住瑞乔德，扶着这位命运议员走下了马车。安德森有所感应，侧头苦笑道：现在的武器商人真是太不专业了。还好是白天，旅馆里没什么人休息，就是老板可怜，要遭遇一笔损失了。不过他们带的黄金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毁坏，能弥补不少，我觉得吧。你的厄运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克莱恩点了下头，对瑞乔德议员道：就是他。瑞乔德随即将脑袋转向了安德森，可黑乎乎的眼罩遮住了所有目光。他停顿了几秒，微微笑道：给我1枚金币，笨。安德森狐疑的从衣物内侧摸出了1枚鲁恩金币，然后对格尔曼斯帕罗笑道：我家乡的风俗，在最里层的衣服上缝个小口袋，装几枚钱币。我原本是不信的，但最近实在太倒霉了。他边说边将金币递给了瑞乔德。瑞乔德接住金币，缓慢合拢五指，将手收了回来。他旋即笑道：好了，你的厄运已经被解除了啊。安德森茫然呆滞的看向旁边的格尔曼斯帕罗，仿佛在说这就好了，你不会找了个骗子吧？克莱恩也是愕然，但选择相信瑞乔德，毕竟这是位命运议员。瑞乔德收起金币，呵呵笑道：你获得厄运的时候也是这么简单啊。如果你不信，可以去赌场试试手气，有道理。安德森双掌一拍，立刻拉住行人，问清楚了最近的赌场在哪里。过了一阵，他换了件干净整洁的夹克回来，看着等待于街边的瑞乔德议员，本能张开了嘴巴。他忽然愣住，强行闭嘴，然后才笑嘻嘻的道谢。等到这位半神被送上马车，他靠拢格尔曼斯帕罗，感慨笑道：我刚才本来想说，你虽然是个盲人，但在命运领域确实很厉害。还好，我及时记起他是一位半神，如果你真这么说，那就有望成为因被解除厄运当场身亡的猎人。克莱恩没有附和对方，转而说道：可以告诉我那把手枪的线索了，因为蠕动的饥饿限制很大，所以他依旧希望拥有一件较常规的攻击性神奇物品。安德森理了下头发，呵呵笑道：在拜亚姆，是我以前认识的朋友，一个很厉害的冒险家。因为厌倦了不安稳的危险生活，他用积蓄买了几个香料庄园，找了个好姑娘结婚，彻底退出了这一行。他前段时间有了孩子，想法又发生了改变，开始希望给孩子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教育、更安全的处境，所以打算搬去贝克兰德，那里有最好的文法学校，最好的工学。呵呵，他并不想在贝克兰德只是租住，又不准备卖掉能持续挣钱的庄园，身上的神奇物品正好又有多余，所以准备卖掉那把左轮。当时我急着跟随寻宝团去那片海域，并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成功。不过嘛，能一口气拿出近万镑的人非常稀少，交易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你带我去拜访他。克莱恩简单回应道。此时此刻，黄金梦想号上，达尼兹惊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船长有3天没出现了。第208章信使小姐。阳光照耀下，黄金梦想号散发着金黄色的光彩，仿佛一处移动的宝藏。达尼兹站在船长室内，不断的来回踱步，试图记起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找到可供调查的线索。3天前，他的船长冰山中将艾德文纳宣布要做一项研究，可能10几20个小时不会出现，所以相应的课程全部取消。对此，达尼兹等人并不奇怪，因为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欣喜于不用上课，在船上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又是举行篝火晚会，只差没把黄金梦想号给点燃，过得非常愉快。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迟钝的达尼兹在内，所有人都渐渐察觉到了不对。本该24小时内结束研究的船长，在第2天还未出现，甚至没找人送食物和充当清水的淡啤酒。耐心等待了半天，依旧没见到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的船员们大着胆子敲响了船长室的大门，惊恐的发现无人回应。在大副布鲁沃尔斯的带领下，海盗们打开了船长室，看见里面竟然空无一人。他们随即又去了收藏室等地方，但还是没能找到冰山中将艾德文纳。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们初步怀疑是不是船长临时想到了什么，于是应用各种秘术之一或模仿他人能力的非凡技巧，急匆匆离开了黄金梦想号，没来得及留下信息。之后，达尼兹等人尝试着用降临仪式等办法联络，未得到任何回应，只能边搜查船长室等地方，寻找线索，边说服自己耐心等待。第3天过去，冰山中将艾德文纳依旧没有出现，没给回应，船员们开始慌乱。狗屎，你的占卜有结果吗？你不是号称这方面的专家吗？达尼兹烦躁地转向了花领结约德森。黑发染金的约德森揉了揉额角，用颇为醇厚的嗓音道：失败，所有寻人的占卜都失败了。不过暂时可以肯定一点，船长还活着，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留着头灰色短卷发的大副布鲁沃尔斯推了推自己的单片眼镜道：我们必须寻求帮助了，船长所有的收藏都没有丢失，他甚至没带走一些必要的神奇物品，这说明当时的情况很突兀，很意外，找谁帮忙？腰部臃肿的另一位水手长水桶丹尼尔斯急促问道。布鲁沃尔斯将手中的银纹刻刀举到了自己的鹰钩鼻前道：返回西海岸，他言下之意就是找冰山中将艾德文纳背后的知识与智慧之神交汇。不行，从海盗乐园返回西海岸，要横跨苏尼亚海，穿过北海或狂暴海，然后在迷雾海航行很长一段时间，船长等不了那么久，他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花领结约德森道：我们必须找能很快联络上，短时间内能提供帮助的人。达尼兹本想再骂一句狗屎，可忽然间却有了灵感，他能很快联络上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格尔曼斯帕罗。而这位疯狂的冒险家从不吝啬在他面前表现出自己善于占卜且背景神秘。也许那个疯子能找到船长，他总是能完成不可能的事情。达尼兹拉了下衣领，感觉担忧烦躁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挺起胸膛，环顾一圈，清了清喉咙道：我有一个人选，我可以立刻联络上他，而且他非常擅长占卜。他话音未落，美食家布鲁沃尔斯、花领结约德森和铁皮、水桶等人同时转头望向了他，红着眼睛大声吼道：还不快去！达尼兹默默退出了船长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摊开信纸，拿起钢笔，习惯性的根据船长的教导，在开头给出问候，接着寒暄几句。突然他顿住钢笔，觉得这太过客气和啰嗦，不符合求助的目的。狗屎！达尼兹自骂一句，唰的撕掉了那张纸。紧接着他在新的纸张上落笔写道：救命啊，船长失踪了。虽然格尔曼斯帕罗是个无法用正常逻辑猜测的疯子，但这样的信他估计也看不懂。狗屎！达尼兹又骂了自己一句，撕掉了第2张信纸。他平息了下心情，考虑了几秒，第3次落下了钢笔。这一次他用于简洁的写出了船长失踪前后的事情，并附上了黄金梦想号现在的位置，然后委婉的询问格尔曼斯帕罗先生能否为合作者提供一定的帮助。占卜好像是需要特定物品的。达尼兹刚折好信纸，忽地醒悟自己有所遗漏，忙急匆匆返回船长室，找到了一副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经常佩戴的珍珠耳环。做完这一切，他拿出记录各种神秘学知识的笔记，翻到了对应的页码，按照之前有过的经验，不太熟练的布置起召唤信使的仪式。将一枚金币放到祭台上后，他退了2步，用古赫密斯语诵念道：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独属于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呜呜作响的风声激荡徘徊，祭台蜡烛的火苗急速膨胀，并染上了明显的苍白。雷尼特提尼克尔不快不慢地钻了出来，依旧穿着那身阴沉繁复的黑色长裙，提着4个一模一样的美丽脑袋。达尼兹本以为信使会像上次那样直接咬住金币和装有纸张、耳环的信封，谁知道雷尼特提尼克尔手中的4个脑袋却自行转动，环顾了一圈，最后集中在了船长室方向。几秒之后，雷尼特提尼克尔手中的2个脑袋终于咬住了金币与信封。等到这位古怪的信使消失，达尼兹才吁了口气，抹了把额头，觉得刚才竟有种莫名的压力。奥拉维岛另一家旅馆的房间内，克莱恩正要让赢了不少钱的安德森胡德去购买前往慷慨之城拜亚姆的船票。灵感忽然触动，他快速开启了灵视，看见自己的无头信使雷尼特提尼克尔不知什么时候已漂浮在旁边，手中提着的4个脑袋明艳不减。不像白骨信使刚有出现我就能够察觉，他已经彻底进入现实世界，
我的灵感才被触动。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接过了雷尼特·提尼克尔其中一个脑袋咬着的信件。与此同时，他发现安德森的灵感不比自己差，几乎同时有反应。这是信使？安德森不敢确定的开口问道，似乎听说过这种东西，但没真正见过。克莱恩没什么表情地点了下头，随手拆了信封。珍珠耳环。克莱恩有些诧异地展开了信纸，旁边的安德森则好奇地凑了过来，上下打量雷尼特·提尼克尔，啧啧有声道，有种难以描述的血腥美感。他话音未落，双手突然抬起，掐住了自己的喉咙，掐得舌头伸出，口吐白沫，而脖子上空空荡荡的雷尼特·提尼克尔并没有多余反应。克莱恩侧过头来，认真研究了下，又看了看自己的信使，无声咕哝了几句。很像沙伦小姐的能力啊。信使小姐属于囚犯途径，不能确定，她是灵界生物，擅长这种事情很正常。眼见安德森快要不行了，克莱恩才慢悠悠开口道：好了，他还要帮我带路。雷尼特·提尼克尔手中一个脑袋转了过来，猩红的眼睛凝望了安德森一秒，接着他每个脑袋的嘴巴很有秩序的一个接一个开口道：可以制成活尸，同样能够带路。他说话的同时，安德森的双手终于停住，离开了自己的脖子，上面则留下了明显的深刻的指痕。呼呼，这位最强猎人大口喘气，弯腰干呕。克莱恩随即快速浏览了一遍书信，弄清楚了寄信者是达尼兹。这位知名大海盗称冰山中将神秘失踪，亟待帮忙。视线刚离开信纸，克莱恩惊愕发现雷尼特·提尼克尔竟然还在。这部神秘学，信使不是送完信就会消失，然后再召唤再出现吗？克莱恩斟酌了下，疑惑问道：你还有什么事情吗？等你回信。雷尼特的4个脑袋依次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回信？克莱恩看了眼还未恢复过来的安德森，确信这最强猎人没法注意这不符合格尔曼斯帕罗人设的话语。雷尼特手里的脑袋又一次开口道：他的失踪非常奇怪，你怎么知道？克莱恩一瞬间还以为信使小姐偷看了达尼兹的信，但经长发简单挽起的脑袋们各自吐出了一个单词，构成了一句完整的话语：我查探了船上情况，我的信使还兼职了探子。雷尼特·提尼克尔小姐以后会不会兼职打手？就是不知道要不要额外付费。克莱恩边吐槽边思索着说道：不用着急，我等下再回信。他打算先去灰雾之上用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的耳环做一下占卜。雷尼特·提尼克尔没再开口，身影无声无息就消失了。嗨，安德森终于缓了过来，站直身体，不可思议地打量起格尔曼斯帕罗。你的信使竟然是半神层次的。第209章碰面。不用你告诉我，我刚才也差不多确定了。听到安德森胡德的话语，克莱恩表面平静的在心里嘀咕了一句。从最开始在灵界遇到雷尼特·提尼克尔，看见他庞大的真实身躯和哥特风格的城堡，克莱恩就认为对方不简单，而刚才信使小姐轻轻松松就差点弄死最强猎人的表现，更是让他毫无疑问的相信对方是一位半神，至少序列4。一位半神就为了每次1枚金币帮我送信，用脚趾头想，我都知道事情不会简单。信使小姐肯定另有图谋，当然也不排除我总是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让她觉得有趣，刚好本身又很空闲，于是客串起信使。类似的情况还包括魔镜阿罗德斯的讨好，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的善意。不管怎么样，还是得提防一下，不能太过相信。有机会商量好相应事情前，也别考虑遇到危险要不要吹响口琴的问题了，说不定信使小姐出来会直接撕了我。克莱恩一瞬间想了很多，表情却依旧淡漠，面对惊愕诧异的安德森，只是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这和你无关，这家伙真的很神秘啊，竟然有一个半神级灵界生物做他的信使，而且他随随便便就认识一位擅长转运的半神，难怪惹到不死之王后那么镇定，那么从容。难怪不死之王没有寻求报复，甚至都未曾出现。安德森忽的恍然，忍不住又仔细打量了格尔曼斯帕罗几眼。克莱恩不含感情的扫了最强猎人一眼。安德森忙收回目光，干笑2声道：
我发现你很适合做人物画的主角，背景阴沉暗淡的那种，这非常衬托你的气质。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可以帮你画幅肖像画，相信我，在这方面我有大师级的水准。克莱恩根本没去听他的胡扯，拿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回你的房间，5分钟后我来找你。好，安德森笑容满面的回应道。等这位最强猎人离开，克莱恩拿出阿兹克铜哨和威尔昂塞汀纸鹤，转身进入盥洗室，布置起仪式。将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的珍珠耳环戴到灰雾之上后，克莱恩坐至青铜长桌最上首，具现出纸笔，书写下简单的占卜语句。艾德文纳·爱德华兹的下落握住纸张和耳环，克莱恩后靠住椅背，边默念占卜语句，边借助冥想进入梦境。先是灰蒙的天地占据了他的世界，接着一片冰雪覆盖的平原映入了他的眼帘。呼号的暴风雪笼罩着一切，四周雾蒙幽深，不像真实的边界。克莱恩迅速看见了艾德文纳的身影，他棕色的长发与脑后简单打了个结，然后在风雪中狂乱起舞。他穿着领口袖口有繁复花纹的白色收腰衬衣和一条深色的长裤，在这样的环境里，直观的给人单薄的感觉。艾德文纳穿着皮靴的双脚不断在雪上移动，留下了一排明显的脚印，但肆虐的暴风雪中，这一切很轻松就被掩埋了。画面逐渐破碎，克莱恩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竟无法从刚才的占卜启示里解读出冰山中将的具体位置。极地福萨克的永夜平原，完全没法确定啊，除了风雪没有别的象征。克莱恩坐直身体，放下了珍珠耳环和写有占卜语句的纸张，他考虑了几秒，确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艾德文纳·爱德华兹确实失踪了，不在黄金梦想号上，这也就可以初步排除是陷阱的可能。克莱恩谨慎的就此事做了下占卜，得到了黄金梦想号上没有陷阱的结论。思索了一阵，他离开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经过一番忙碌，将珍珠耳环带了回来，回想了下奥拉维岛附近的海域地图和黄金梦想号现在的位置。克莱恩挑选了一处远洋渔民们躲避风暴的荒岛，在信中让达尼兹等人将船只开到距离不算太远的那里。折好信纸，他吹动口琴，又一次看见了剃着4个脑袋的信使小姐。将回信递过去的同时，克莱恩轻咳2声道：“还能确定达尼兹的位置吗？”雷尼特·提尼科尔手中的一个脑袋点了下头，其余相继开口道：“可以，只要不超范围。”克莱恩见信使小姐依旧伏在那里，没有离开的迹象，遂望了眼旁边道：“那枚金币由达尼兹支付。”好。雷尼特·提尼科尔的身影飞快淡去忽，克莱恩吐了口气，经过细致的准备，处理好现场，提着已收拾完毕的行李，走出房间，敲响了安德森·胡德的门。先去另一个地方，再到拜亚姆。他平静地告诉了最强猎人自己的决定：“你可以选择去拜亚姆等我，或者跟着我一起。”安德森嬉笑着说道：“我感觉我的冒险家之血在燃烧，我很好奇那位信使带来的会是什么事情。原本我以为我没机会了解，谁知你竟然邀请了我。”“我没有，我只是给你2个选项。”克莱恩冷漠转身，走向了楼梯口。安德森慌忙提起自己新买的行李箱，快步跟在后面。出了旅馆，克莱恩乘坐马车离开港口城市，然后步行至圣德拉科山一处无人的悬崖边缘。看着下方不断撞击着山壁的层层海浪，安德森略感愕然的左右张望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克莱恩没理睬他的问题，掏出一把白皙制成的符咒，低念起风暴这个咒文。他灌注灵性，将这些符咒分成2份，一半给了自己，一半施加于安德森，仅留其中一个丢向悬崖下方。水底呼吸，深海水魔。安德森诧异地分辨着自己身上多出的超自然效果。就在这个时候，悬崖下方发出哗啦的巨响，海水里冒出了一头形似鲸鱼的庞然大物。它通体呈深蓝色，嘴巴豁然张开，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和血色的内部。克莱恩走到悬崖边缘，直接跳了下去，在符咒力量的帮助下，轻飘飘落入了那巨大海底生物的口中。安德森先是一脸茫然的看着，接着颇为兴奋的跟随跳下，落到了克莱恩身旁。那庞大的海底生物闭上了嘴巴，让里面变得一片漆黑。然后他沉入水中，向着预定的目标游去。他的嘴巴里，克莱恩眸中闪电常驻，看透了黑暗，找了颗牙齿靠住，悠闲地坐了下来。因为深海水魔的保护，他并不担心衣物会被弄脏。有点意思。
安德森环顾一圈，好奇问道：“你是怎么想到的？怎么办到的？”当然是向自己祈祷，然后用海神权杖拉了头就在附近的合适的海底生物过来。克莱恩没去回答安德森的问题，半闭上眼睛，仿佛在养神，就是有点闷。安德森从衣物口袋里拿出了卷烟盒和火柴。能抽根烟吗？你问他。克莱恩没有睁眼。安德森干笑了2声，又将卷烟和火柴放了回去。我认为他不会喜欢香烟的味道。黝黑无光的海中，这庞大的生物飞快游动，时不时利用特殊的器官，极有效率的从周围水里提取氧气。不知过了多久，他浮出了水面，前方是一处荒岛。利用符咒的力量登临荒岛后，克莱恩对着那海底生物摘掉帽子，行了一礼。你很有礼貌啊。安德森目睹这一幕，好笑的开口道：“我一直很有礼貌，哪怕面对猎物。”克莱恩瞄了眼对方，仿佛在说：“比如你。”安德森干笑起来，指着荒岛另外一侧道：“那里有艘船，黄金梦想号。”此时此刻，克莱恩也看见了那艘干净整洁、长达几十米的帆船。那不该出现的主炮上符号层叠，光芒流转。他当即提着行李靠拢过去，没用多久就来到了黄金梦想号停泊的地方。然后他看见达尼兹从甲板上跳下，涉水跑了过来。达尼兹刚来到格尔曼斯帕罗面前，正斟酌着该怎么开口，忽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安德森·胡德。他指着那位最强猎人，大声喊道。安德森顿时哈哈一笑，想不到吧？虽然他也不清楚为什么会遇上黄金梦想号，但这不妨碍他强行占据主动。认识的啊。克莱恩目光淡漠的扫了达尼兹一眼，达尼兹本能就打了个寒战，堆起笑容道：“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人，在迷雾海那边总是被一群海盗追杀，然后那些海盗就莫名其妙变成了赏金。你可能不知道，他出身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后来因为考试屡次不及格，被赶了出去。这些都是我听船长说的，他们曾经是同学。”他一脸鄙视安德森智商的表情，而船上的花领结、约德森等人也做出了类似的表现。安德森的目光从他们脸上缓慢扫过，啧了一声道：“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初我扯过你们船长的头发。”场面一下变得非常安静，达尼兹的表情难以遏制的扭曲了起来。第210章嫌疑犯。见黄金梦想号众人有急唬安德森的迹象，克莱恩向前走了一步，侧对达尼兹道：“带我去船长室。”好。好的，达尼兹收回了怒瞪安德森·胡德的视线。先救船长最重要，先救船长最重要。他不断的在心里告诫着自己。黄金梦想号上先是放下了一条小船，接着垂落了舷梯，让克莱恩无需再用符咒的力量，简单轻松就踏足了甲板。安德森跟在他的侧后，完全无视了黄金梦想号所有船员责人欲视的目光，嘴角含笑的漫步行走，四下打量，就像回了自己家一样。他的心理素质绝对是超一流，哪怕得罪了半神，被逼的当众道歉，接下委托，转头也能笑嘻嘻自我调侃，愉快用餐。克莱恩在心里感叹了2句，迎面走向了三副约德森等人。你好，斯帕罗先生，我是这艘船的大副布鲁沃尔斯，一位戴单片眼镜、身高近1.8米的男子，客气的行了一礼。赏金6200磅的美食家，冰山中将这个海盗团赏金水准都明显低于星之上将的，不愧是兼职海盗的宝藏猎人。克莱恩用格尔曼斯帕罗特有的礼貌态度和用词道：“你好，我听说过你，哈哈，这是我的荣幸。我只是一个梦想成为工匠，却不得不走上美食家之路的宝藏猎人。”布鲁沃尔斯自我调侃了一句，指着旁边一位男子道：“我们的二副歌唱家奥尔弗斯，赏金5500磅。”黄金梦想号上的非凡者绰号都很奇怪啊。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海盗将军的下属，我肯定以为是一支海上旅行团，唱着歌，吃着美食，办着篝火晚会，找着传说里的宝藏，简直不要太美好。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奥尔弗斯，随意点了下头。这位歌唱家有着石雕般的深刻轮廓和一头灿烂的金发，此时带着忧郁的笑容道：“事实上，我只是在赞美太阳，而现在我的太阳不见了。”克莱恩差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不愧是英蒂斯人，说话就和唱歌一样。可惜我是在塞加尔，在伦堡长大，没能学到这种能力。安德森在旁边不知是夸还是贬的笑道，毕竟他有一半的英蒂斯血统。
出生在塞加尔，后来去了伦堡读书，应该是教会学校，和冰山中将艾德文纳是同学。奥尔弗斯先生可以确定是太阳途径的人，但大概率不是永恒烈阳教会的。从他的赏金判断，应该是序列6公证人。差点忘记，得告诉小太阳一声，他的配方已经有了，也不知道他这次能拿什么来交换。克莱恩抢在美食家布鲁沃尔斯介绍前，转头对花领结约德森、水桶丹尼尔斯等人道：“我们见过了，不要耽搁时间了。”好的，布鲁沃尔斯松了口气，摸了摸自己的短胡须，当先走向了船舱。要不是格尔曼斯帕罗疯狂的名声在船上很响亮，他也不想弄得这么礼貌。这个时候，安德森故意落后了几步，与达尼兹、奥尔夫斯等人并排而行。他左右各看了一眼，浑不在意达尼兹他们想要撕碎自己吞入肚中的目光，啧啧笑道：“你们该警惕的不是我，对，我们没有警惕你，我们只想把你塞进。看到了吗？那个炮管里，达尼兹完全不畏惧对方是最强猎人，毕竟这里是黄金梦想号，有着为数不少的海盗，其中不乏序列7、序列6的非凡者。”安德森嘴角勾起道：“我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威胁，你们想想，你们船长肯定很憎恨我，讨厌我，甚至不会和我说一句话，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吗？”达尼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因为他忽然觉得那坨狗屎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奥尔弗斯、约德森等人打量安德森的眼神也下意识柔和了不少。安德森嘿了一声，目视前方，语气略显飘忽的说道：“你们该警惕的其实是格尔曼斯帕罗。”为什么？达尼兹脱口问道。虽然那是个疯子，确实需要警惕，但目前也不是敌人啊。达尼兹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安德森笑笑道：“我是假设，如果这次格尔曼成功找到了你们船长，并将他救了出来，你们船长会不会因此对他有点好感？而且他长相不错，有种冷酷的美感，实力又强，达到了海盗将军级，背景还特别神秘，足够匹配。怎么可能？”达尼兹本想反驳，但一下竟开不了口，越想越是不对。奥尔弗斯等人的表情一点一点垮了下来，望向格尔曼斯帕罗背影的眼神里莫名多了几分警惕和戒备。解决，刚才挑衅的问题解决了。安德森噙着笑容，跟着走入了船舱。来到船长室，克莱恩最先看到的是环绕了近乎一圈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一般的船长室都是放酒柜，他无声嘀咕了一句，直接走向了位于窗户前方的书桌。根据达尼兹的描述，冰山中将艾德文纳是在进行研究时失踪的，所以寻找研究残余的痕迹是克莱恩的目的。等搜集到足够多的信息，他就可以再次去灰雾之上占卜了。此时，书桌上凌乱的摆着不少事物，有白色纸张，有圆副钢笔，有凸度墨水瓶，有铜制小刀，有一些不太整齐叠放的书籍。而在书桌正中是一本羊皮纸装订成的书册，它深棕色的表面上用古弗萨克语写有格罗塞尔游记等单词。这不是冰山中将的收藏品吗？它来历神秘，疑似与巨龙彝族与奇迹之城利维西德有关。艾德文纳失踪前在研究这个。克莱恩望着那本书册，本能的做出了猜测。见格尔曼斯帕罗在打量那本古代书籍，达尼兹勉强笑道：“他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已经检查过了，是吗？我对你们的细心程度表示怀疑，因为已经有人翻过，且明显没有异常。”克莱恩在用灵性直觉初步确认达尼兹没有说谎后，就将手伸了过去，并随口问道：“你们有读过这本格罗塞尔游记吗？”达尼兹摇了摇头，布鲁沃尔斯、奥尔弗斯、约德森等人也跟着摇了摇头。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每天的学习已经够累了，休息的时候不想再看任何书籍。指尖划过黄褐色的羊皮纸，克莱恩谨慎又认真的一页一页翻阅起来。很快，他翻到了粘连打不开的地方，眼角余光扫过了上面的内容。不对！突然，他目光一缩，忙又回翻了2页。他记得很清楚，他上次只看到巨人格罗塞尔和他的队伍即将正面挑战北方之王那条冰霜巨龙，后面就没有了。现在多了足足2页，也就是说，粘连部分变薄了，书籍多打开了2页。断更千年，再次续写，这是冰山中将的研究成果，这也导致了他失踪。克莱恩边吐槽边微皱眉头，阅读起和上次相比多出来的内容。
那2页主要讲述了一位迷路的海盗女士，她在暴风雪里与北方之王遭遇，差点被杀死，拼尽全力才成功逃脱，遇上了前来挑战冰霜巨龙的主角队伍。多了位海盗女士，海盗女士，克莱恩咀嚼着这个称呼，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个灵感，这不会就是冰山中将艾德文娜吧？她进入书中，成为了故事里的人物。顺着这个想法，克莱恩迅速找到了一些问题。魔镜阿罗德斯说过，格罗塞尔游记的历任主人多有失踪。格罗塞尔游记里既有黑暗纪元，也就是第2纪元活跃的巨人、精灵，也有第3纪、第4纪的苦修士、所罗门帝国贵族，还有第5纪的鲁恩士兵，时代感非常混乱。如果他们就是失踪的格罗塞尔游记历任主人，问题就可以解释了，他们本身就不属于一个时代，但都被书吞掉，成为了故事里的一员。克莱恩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猜测看似荒谬，实则蕴藏着很大的可能性。在神秘学的世界里，这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被确认一下，而且艾德文娜和那几位前主人究竟做过什么，才会被书籍吞掉？我又该做点什么来释放他们？克莱恩收回视线，沉思了几秒，他迅速抬头看了达尼兹等人一眼，给我准备蜡烛等物品，我要向隐秘的存在祈求答案，那个隐秘的存在就是我自己。克莱恩旋即在心里自嘲了一句，果然专业，果然疯狂。美食家布鲁沃尔斯等人没敢多说，匆忙提供了物品，然后他们全部退出了船长室。他们可不敢旁观这种危险的仪式，除非格尔曼斯帕罗要求。船长室内，克莱恩反锁住房门，关上了窗户，飞快布置起仪式，将格罗塞尔游记带到了灰雾之上，把这本古代书籍放置青铜长桌最上首后，他坐了下来，具现出纸笔，刷刷刷写下了一条占卜语句。艾德文娜在这本书的故事里